阳间有序，阴间有法。相传人在死后的49天内，都要历经阴间7大王的层层审判，而只有通过所有审判的王者，才能顺利投胎转世继续为人，否则将会被永远困在地狱，接受无尽的惩罚。小帅在一场救援任务中，不幸从100米高空重重摔下。幸运的是，他和怀中的孩子并无大碍。小帅询问小女孩有没有受伤，可女孩的父母却把她当成空气一样，和救援人员一起去了医院。这时，小帅耳边传来一阵呼喊，只见2个黑衣人正站在危楼之下，他大喊着让2人赶紧离开这危险之地，却无意看见队友们围在一起，大家正在抢救另一个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。黑衣人自称是阴间使者，负责引渡阳间的亡灵去往阴间。卡片显示，小帅竟是100年难遇的贵人。要知道，距离上一个贵人已经过去了422年。随着一个漩涡的出现，小帅被带去了阴间，母亲和弟弟为他举办了葬礼。根据阴间的法规，他们必须在地狱接受7次审判，只有全部通过且宣告无罪的人，才能获得投胎转世的机会。因为是贵人，他获得了优先被审判的特权，而且还有3位阴间使者为其辩护。江林是他们的族长，1000年来让47位贵人成功转世，这是千百年来通过审判概率最高的身份。然而，当他们进入到第1层地狱后，几名阴差瞬间傻了眼，没想到第一关竟然是杀人地狱。小帅也感到十分不解，他生前一心救人，怎么会犯杀人之罪？江林告诉他，杀人地狱也会审判间接罪行，如果有人因为他的言行而死，比如网络暴力也算是杀人之罪，所以不可以随便在网络上留言。就在小帅疑惑究竟杀了谁时，脚下的石板却突然裂开，变成大王开始审判小帅的罪行。原来在他生前的一次救援中，小帅不顾眼前深陷危险的同事，明明还有时间，却优柔寡断地担心安危和心生恐惧。如果他当时选择去救，同事就有机会存活，这是错过救援的黄金时间，而产生的间接杀人罪。判官以过失致死罪对小帅提出起诉，并要求对他处以50年的火汤刑罚。心怀愧疚的小帅一言不发，变成大王让江林进行最后辩论。江林询问小帅是否还记得同事最后说的话，原来当时同事被房梁死死压住，同事让小帅先去救其他伤员，等拿了装备再回来救自己。小帅把防毒面具留给同事，所以他并非是见死不救。最后小帅从火灾中一共救出了8人，他还以救火英雄的身份上了新闻。看到小帅奋不顾身，想要冲进火海去救同事，变成大王宣布小帅无罪。就这样，小帅顺利通过了第一关。接着他们坐船经过3途河，小帅疑惑为什么使者要帮助他。阿珍说这是1000年前他们和阎王的约定，只要帮助49位贵人成功转世，他们就能跟着一起进入轮回，而且还可以指定投胎对象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怠惰地狱，这里是审判王者有没有虚度光阴，而小帅生前勤勉充实，根本就没有懒惰和偷懒。楚江大王看着小帅生前工作的画面，不禁站起身来为他鼓掌。就在江林以为这一关要轻松通过时，楚江大王询问小帅，这么辛苦的动力是什么？这让楚江大王瞬间脸色大变。钱在地狱被称为伪神，他命令判官松开主法，准备让小帅接受怠惰地狱的酷刑。只见瀑布下是一个巨大的磨盘，密密麻麻的亡魂在上面拼命奔跑。使者急忙跳进水中抓住主法。江林再次召唤出夜镜，原来小帅生前打了4份工，白天灭火，晚上就到餐厅端盘子，利用年假到菜市场做搬运工，周末在公共澡堂打扫卫生。而他之所以拼了命的赚钱，是因为家里有个聋哑患病的母亲和想要成为法官而准备考试的弟弟。钱对于小帅而言代表一切。楚江大王为小帅的付出所感动，最终判决小帅无罪。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说谎地狱，可在经过一片刀剑林时，突然时间开始加快，周围出现了很多刀剑变成的怪物，他们朝着小帅不停攻击。江林解释，是小帅的直系亲属中有人变成了冤死鬼，冤魂在阳间游荡徘徊，小帅的阴间就变得乱七八糟。照这样下去，49天很快就会过去，他们恐怕很难通过7层地狱的审判。江林决定去阳间一探究竟，他让阿珍带着小帅继续上路，如果他们到了说谎地狱，碰到回答不了的问题，就尽量拖延时间。江林来到小帅家，发现原来是小帅的弟弟秀红变成了冤魂。江林追着他来到部队，却听到战士们在议论秀红，明明还有2周秀红就要退伍，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逃兵？原来几天前，秀红和新兵一起值班，新兵的枪不慎走火，打中了秀红。等中尉赶到，秀红已经奄奄一息，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自己升职，于是和新兵一起把秀红埋在了树林里。其实秀红还活着，秀红就这样被活埋成了冤魂。而中尉则对外宣称秀红做了逃兵，秀红带着怨气一直跟着新兵，新兵忍受不了内心的谴责，把标记埋尸的地图扔进了秀红的家。母亲看到地图立刻明白了什么，新兵想要自杀赎罪。这时秀红的冤魂突然出现，他恳请江林救救这个傻小子，而阴间使者最忌讳的就是干预阳间的事。秀红表示，只要江林救下新兵，他就和江林一起回到阴间接受审判。最后江林答应了秀红的请求，成功救下了新兵，并帮秀红传话让新兵好好活下去。新兵听后决定振作起来，
秀红的怨气也得到了平息，而小帅却在说谎地狱遇到了麻烦。判官宣读着他写给殉职同事女儿的信，小帅在信中假装是女孩的爸爸，让她一定要努力念书，将来成为正直优秀的人。小帅伪造信件的行为对女孩来说就是撒谎和欺骗，无辜的她一旦得知真相，必定会感到痛苦和绝望。而且这样的信他一共写了98封。判官控诉小帅犯有伪造书信之罪，泰山大王认为罪名成立，于是让手下先拔掉小帅说谎的舌头。阿珍见状请求开始最后的辩论。原来小帅不仅写信骗了同事的女儿，还给母亲以谎言写了15年的信。他对母亲总是报喜不报忧，明明被野猪袭击住进医院，他却说是陪不存在的儿子玩耍受的伤。为了让久病在床的母亲放心，小帅谎称他已经结婚生子。这些善意的谎言让母亲有了活下去的动力，同时女儿也因为他的信逐渐走出阴霾。虽然期待和希望越大，被发现时的失落也就越大，但他们也会因为这些失落而变得更加坚韧和成熟。泰山大王最终宣布小帅无罪，三人来到了下一层不义地狱，受刑的亡魂会被关在冰块里，惩罚他们不曾助人的冰冷之心。小帅生前作为消防员乐于助人，直接通过了五官大王的审判。接着他们又来到背叛地狱这里，将辜负他人信任的亡魂关进镜子里，然后打破。宋帝大王认为小帅过着正义的人生，所以很顺利就通过了审判。然而到了第6层暴力地狱，小帅却被秦广大王宣布有罪。原来小帅在高中时期曾对弟弟无辜进行殴打，当时弟弟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，脆弱到如同病人，需要被保护，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。小帅打完弟弟就选择了离家出走，15年来他从未再回过家，也没有得到弟弟的原谅。这次小帅的暴力罪名成立，就在他将要被打入深渊时，阿珍急忙连线还在人间的江林，江林让他申请累计审判，因为这2层地狱之间有关联，只要小帅在下一层地狱被宣告无罪，就不需要接受这层地狱的刑罚，反之小帅将会累计罪行加重处罚，而3名辩护使者也会受到牵连，剥夺他们转世投胎的资格。最后秦广大王答应了阿珍的请求，于是3人继续上路，来到了第7层天伦地狱，审判他的正是阴间掌管一切的阎王。另一边母亲不相信儿子会做逃兵，于是抱着深渊的牌子来到部队，钟会看到地图变得气急败坏，他害怕自己的罪行败露，让士兵赶紧把母亲带走，结果孱弱的母亲被他推倒晕了过去。这一幕恰巧被秀红撞见，他无法压制内心的怒火，挣脱束缚再次变回冤魂的状态。江林想要阻止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秀红化作一场巨大的龙卷风，漫天的风沙将部队迅速笼罩。强大的怨念影响了阴间的小帅，让他陷入了危险的流沙之中。江林急忙打开结界，秀红看到被自己连累的哥哥，于是放下怨恨变回原形。江林趁机将他制服，与此同时阴间也恢复了平静。阎王宣判小帅有罪，罪名竟是曾试图弑母。原来殴打弟弟的那天，小帅想要捂死昏迷的母亲，当时家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，母亲常年卧病在床，弟弟被饿得营养不良，小帅对生活失去了所有希望。他想让康复无望的母亲提前解脱，然后和弟弟一起吃安眠药自杀。结果小帅最后还是没有忍心下手，他把怨气全都发泄在了弟弟身上。因为愧疚他不敢回家，15年来他拼命赚钱，把所有积蓄都寄回了家里。阿珍解释，母亲当时处于昏迷状态，所以这件事中没有受害者。他恳请阎王宣判小帅无罪，然而阎王却召唤出夜镜。原来当晚母亲已经醒了过来，母亲一直等着因罪恶感离家却迟迟不敢回来的小帅。得知真相的小帅懊悔不已，阎王让判官宣读小帅有罪的判决。这时地狱突然地动山摇起来，夜镜显示秀红正在给母亲托梦，她告诉母亲自己在天国做了法官，她原谅了哥哥，因为是在梦里。母亲也开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因为得到了母亲的原谅，阎王将小帅的罪状撕毁，他宣布小帅无罪。随着一阵亮光出现，小帅作为贵人进入了转世轮回，秀红则成了第49位贵人，使者将继续踏上他们的救赎之路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